今天是在埃及，也是在开罗的最后一个整天，明天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今天我们的游览重点是吉萨金字塔，这是我们短短的埃及8天游当中第2次去吉萨金字塔了。其实我们到了埃及的第2天就去了吉萨金字塔朝拜，但是因为旅途劳累的原因吧，我当时就出了健康的状况，上吐下泻，没法好好参观，而且之后的行程、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了，也不能在吉萨等下去，等身体状况好转，所以就匆匆告别了吉萨。不过还好的是，我们最后一天这一天，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安排，所以就又有机会去吉萨再看一看。吉萨金字塔群还是很大的，它包括3个主要的金字塔，最大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是胡夫金字塔，然后完了另外一个是胡夫的儿子卡夫拉的金字塔，以及胡夫的孙子孟卡拉的金字塔，然后之后还有他们3位各自王妃的一些小的金字塔，然后在这个东南边吧，有一个著名的狮身人面像，那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雕塑吧。在这些金字塔之间还有一些空地，有一些河谷神庙或者有一些地道之类的。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游览的话，必须规划好时间，就是这地方是需要至少4-5个小时，否则会匆匆忙忙，会参观的很不好。它这个园区主要进口是在北边胡夫金字塔的旁边，但是那个地方的话，往往是人很多，就是可能是要排队排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进出口，在那个狮身人面像旁边的一个进出口。果不其然，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排队。我们早上坐 Uber 到达之后，很快的就凭着我们在网上买的电子票进入了金字塔群。参观的第一站是狮身人面像。据埃及学家考证，这个狮身人面像原来的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它原来是肯定是鼻子肯定是有的了，然后完了还有胡子，然后外面它是有颜色的。这个著名的狮身人面像长约73米，高约20米，已经有4500多岁了。它是在古埃及 Old Kingdom 的时候建造而成的。它的面容据说是按照胡夫的儿子卡夫拉的面容所雕刻而成的。整个狮身人面是由一整块的石灰岩雕刻出来的。经过漫长的岁月侵袭，这个颜色不见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是它这个鼻子是怎么回事呢？坊间有传闻说是因为拿破仑当时到了埃及的时候，用大炮把这个鼻子给打掉了。但是经过史学家的考证，这个是无稽之谈。因为在1737年的时候，有一个埃及学家，他曾经画了一个素描，就是素描上这个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已经不见了。但是拿破仑到达埃及开罗这个地区的时候是1737年之后，60多年之后才到达，所以就不存在他用大炮把这个鼻子打掉了这么一回事。参观完狮身人面像，我们就到旁边的一个河谷神庙看了看。这个河谷神庙虽然说是神庙，但是和大家脑海当中想象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神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其实只是一个露天的几堵石墙围成的这么一个所在。当初建这个神庙是为了法老的遗体运过来之后，要把它制作成木乃伊嘛，然后放到棺椁里，这样子一系列的操作和仪式哈。那些操作和仪式都是在这个神庙里头完成的。河谷神庙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走道，这个走道他们叫 causeway， 其实是一个堤道。这个堤道呢是连接河流和金字塔之间的这么一条道路。这里要说明一下当初这个吉萨旁边不是一片荒漠，它是紧靠着尼罗河的。尼罗河正好是在这个吉萨这几个金字塔的东边流过，所以他们当初是选这个地点做金字塔，也是考虑到尼罗河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个运输的便利，否则的话那些大的石块采集来在沙漠上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那么重的石头的话在沙漠上它是任何车也好，或者是骡也好，马也好，骆驼也好，都很容易拉不动陷进沙子里头去。
唯一可行的就是说用河道来运。那么他们当初就是沿着那个尼罗河把这石头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之后，就是在这个码头卸下来，然后完了为了从这个码头运到那个他们的工地，他们就是先修了一条这个地道。这个地道的修建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事情。沿着地道漫步前行，我们很快的就来到了这3个大金字塔。我们先去参观了胡夫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埃及所有金字塔当中是最大最有名的。它是大约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时候建造的。当时建造好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是非常不同的。当时它是外面是覆盖了光滑的白色的石灰岩石板，所以在太阳底下它是闪闪发光白色的，非常漂亮。旁边又有尼罗河水环绕。很可惜的是，那些白色的石灰岩板都被后来的统治者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了。所以原来的它的高度其实是146.6米。把那些白色的石灰石拿走了之后，到现在它的那高度只有138.5米。现在这些金字塔都是不允许攀爬的，但是为了满足游客的这个好奇心吧，他们在胡夫金字塔入口旁边辟出了一个区，就那个区你可以爬上去照个相啊什么的。在这一小片画出来的地区，游客也可以触摸那个石头，在其他的区域就不可以了。在外面稍微看了一下，照了一些相之后，我们就进到了胡夫金字塔的里面去参观。它这个金字塔大，真是有大的好处，里面还是挺宽敞的。虽然就有的地方还是要弯着腰下去哈，但是整个来说的话，就是说参观起来并不费劲。空气质量也还好，就是没有说那种很逼仄的那种感觉。然后大约是走了差不多也就5-6分钟或者是6-7分钟吧，就到了他走道的尽头，是他的一个石馆所放的那个一个石室。这个石室的周遭墙壁据说是用花岗岩铺的，这石馆本身也是由花岗岩雕凿组装而成的。花岗岩的硬度比石灰岩要大嘛，所以在这些关键的部位，他们还是用了更好的一些材料。出了这个胡夫金字塔，我们又到了这个卡夫拉的金字塔里面，也进去参观了一下。这个整个的样子跟那个胡夫金字塔差不多，但是就稍微小一点。到最后那个孟卡拉金字塔我就没有进去了，因为那个金字塔就是比较小。我的想象，就小的金字塔里面肯定爬起来很困难，我就害怕这个是太艰难了，就没有进去。我们家2位男士还是很勇敢的进去爬了一下，果不其然，这里面还是比较难爬的。我们在吉萨金字塔的大园区转了一大圈，参观完3个金字塔，最后还是回到了狮身人面像的附近。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下午了，我们早上因为吃了个比较晚的早午餐，所以肚子也不饿。然后我随身也带了一些能量棒嘛，所以就是也不打算花时间去找餐馆吃午餐了。我们就马上打了一个 Uber， 到了一个之前就看到觉得挺有趣的一个基督教教堂，叫 Hanging Church， 中文叫悬空的教堂吧。到那儿去参观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悬空教堂，它就是建筑比旁边的地面要高一些。之前是它前面好像还有其他的建筑的，但那些建筑后来都给拆掉了。里面还是比较有趣的，看到了一些据说是装着当年高僧舍利子的盒子。在这个悬空教堂的周边也有一些其他的小教堂和清真寺，都挺有自己特色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参观完这一区之后，已经快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了，我们就找了一家在尼罗河畔的一个比较精致的酒店吃了晚饭。酒店的环境、服务和菜品都还是不错的，给这个埃及之行留下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尾声。这次的埃及之行收获满满，但是教训也不少。在下期的视频当中，我会把这些经验教训总结起来，给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此感到兴趣的话，请不要错过哦。谢谢，拜拜。